儿的回去。儿子，妈对不住你，在村部让你受委屈了。我晓得你难，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那个大学拍上，现在有个村支书。你可不要妄自菲薄，你以后是要办大事，不能被一个小小的村干部扼杀了志气。志向高远，我给你起那个名字，你可不要辜负啊！走了。你们问了多少人？上百个有了，但是就这2个人的证言比较有价值。师傅，你看够吗？你觉着呢？我觉得没用啊，我说了又不算。你就当自己是审判员。哎呀，那我觉得刘二林不是抢劫，但是吧，他这个，我想听的就是但是的后面，你想说啥？但是有件事还没证实，我没见过来顺，所以刘二林说他认错人的这个说法，我没有办法证明是真是假。你不是说过，假定所有的被告人都是清白的吗？啊，自己又不踏实了，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那倒不是。师傅，下回开庭的什么时候啊？急啥呀？这种案子不急着办，拖一拖没坏处。一如，我看你是不是有点魔怔了？师傅，我想见一下刘二林，您能帮我安排吗？张叔，咋回事啊？咋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放我出去？政府不会把我给忘了吧？瞅瞅你都胖了，再多待一些日子对你有好处啊！你这说啥话？人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坐好了。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待着呀？你问吧。刘二林，我们来呢是要补充了解一些情况，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是记得就说记得，不记得就说不记得，但是一定要实话实说，别撒谎啊！我就从来没撒过谎，都是那大盖帽冤枉我。行，问你啥说啥。刘二林，你拿你那个玩具枪一共处过几个人？2个。都是谁？这我说过好几次了，这他妈又……就再说一遍呗，练你嘴啊！一个是市场卖木材的老方，另一个我不认识。我以为我认识，我认错人了，要不然我也不能跟人开这玩笑。你以为是谁？来顺啊？来顺。啊。你跟这个来顺熟吗？熟啊，我俩一个村的，他在市场帮人装卸木材。那你说的这些情况，为什么之前的口供里全都没有啊？这也没人问过我呀，我哪知道是啥该说啥不该说。公安局、检察院都没问？没有，我就说我认错人了，他们就是不信。行了，一中，问重点啊。这个被害人就是当天你认成来顺的这个人，他穿的什么衣服你还记得吗？上边穿个有点旧的军绿色的褂子，蓝裤子、解放鞋，他还戴一鸭舌帽，来顺就爱戴鸭舌帽，要不然我也不能认错人。哦，
那人还溜肩膀。溜肩膀。谁跟你开玩笑？什么认错人？他拿把手枪顶着我的腰，正是我装钱那个包，这还不叫抢劫啊？你们法院不要贪赃枉法，我跟你说。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因为这个事儿大病了一场。同志，你别跟他计较。大哥，我能给您拍张照片吗？拍什么照？我们领导吩咐的，我得回去交差呀。您配合配合。不配合。哎呀，那么轴嘛。您看我把这相机都带过来了，要不这样，我给您二位在这儿拍一张，然后洗好给您送过来，您给我再单独拍一张，我回去交差，好吧？啊，大姐，好吧？哎，大姐往这靠一点，来。哎，再来一点儿，再来一点啊，点点，哎，来，1、2、3。好了，人都齐了，咱们就开会。今天要讨论2个案子，一个呢是小芳这儿的杀人案，另一个嘛是老许你那儿的盗窃案。小芳，从你这儿先开始，说说你们合议庭的意见是什么？经过合议庭的慎重讨论和考虑，然后经过大家的举手表决，2比1，死缓。小芳，我知道你最近这家里事儿多，很忙，有点疲倦，压力大。叶院长，我们这个决定其实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好吧，说说你的理由。被告人邱阿贵每天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虐待，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的3个孩子也显然受到了威胁。还有一个事实，即便邱阿贵他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他不承认，但是我相信是真的。黄连仓，他蓄意伤害他的女儿，从这个角度来说，邱阿贵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不被奸污啊。所以我们是这么想的，如果能说服邱阿贵的家属能够多赔偿一点，那么被害人家属他如果原谅的话，那这个事情判成死缓是完全合适的，院长。小芳，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县法院其实是根本没有资格碰这个案子。我知道。你知道啊，王淑梅，你呀，什么都知道，可是呢，你又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吗？院长，咱们法院的难处我懂，县政府的压力我也懂，但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每天都被打的女人的绝望我更懂。一个宁愿自己死，也要保护好自己女儿名声的一颗当妈的心，谁不懂啊？李院长，我恳请你，恳请大家再设身处地的想想。行了，合议庭的意见我们都知道了，你出去吧。审委会讨论。李院长，我能全程参加讨论吗？院长，
是不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案子？啊，你说，被告人是单位出纳，监守自盗，且数额特别巨大。检察院那边给出的建议是死刑，我们合议庭的意见跟他们一致，死刑。哎，喝水喝水。不用客气，谢谢谢谢。赵书记，我来就是想问一下，来顺家里没有别人了吗？没得。再说了，他屋头人能证明个啥子？那这个来顺长什么样啊？多高个子啊？不高，人有点瘦，小眼睛。其他的也说不出个啥子。来事儿人有点窝囊，在哪个地儿都不显眼。要是不说话，就像没这个人一样。那他从后边看溜肩膀吗？有可能，没那个注意过。那他平时还戴帽子吗？没印象的，没印象的。赵书记，您这儿可不可能有来顺的照片？我看一眼。乡下人哪个有条件拍照片喽？哎，我那辈子也就那个一张，还是上个月秀水坝，咱乡里领导的光拍的。哦，来，喝水。哎，吃花生，没啥讨动的。哎。赵书记不用送了。哎呀，为了620这个案子，你也是辛苦了啊！来来回回的跑了那么多趟，以后有啥子需要帮忙的，打个电话就得行。行啊，还要干山路，天黑头了的话，危险的很，我就不留你吃饭了啊。先走了。哎。吃了吗，书记？啊。赵书记，哎，你啷个又回来了？你看这照片，啊，你看看，你看哪一个？来顺儿？这是不是来顺？是他，是吧？是来顺儿。个老子的果然戴个帽子，我都记不得了。哎，陈同志，那照片挂那儿快2个月了，我都没发现，你是哪个一眼都发现的？他老穿这身衣服吗？是那个了嘛，龙城人，一年到头都只有这一身儿。赵书记，我给这个拍个照片行吗？拍，随便拍。哎，陈同志，你费那个大力气找来顺儿，有啥子用嘛？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啊？走，我请你们喝酒去。啊，师傅不回家啊？今天晚点回家。哦，对了，全阿贵的审委会结果出来了，死刑。
那天我去邱阿贵家，差点就问他女儿愿不愿意出来为他妈妈作证，就差一点，把自己大腿都掐红了才忍住。我讨厌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懦弱、猥琐、恶心，还得加上我。你曾经叫师傅的这个人叫方淑梅，对吧？不是师傅，英杰就是太难受了，她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英杰，咱们都难受。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女儿的证词她帮不上忙，那邱阿贵……你少和稀泥！我没有，能这么计算吗？那是条人命啊，李慧是人命。我就是觉得，无论是谁，他面对这么多问题都很难解决的。不是这样的，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难题。很多问题不是靠法律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问题。法律是最后一道。你想说服我是不是？这样自己就少点内疚，对不对？好，那咱们就来聊法律的问题。那小女孩算不算被害人？该不该受法律的保护？邱阿贵的情况够不够从轻？能不能留她一命？为了保护小女孩就要牺牲母亲吗？那要是……那2个畜生还活着，我们是不是还要委曲求全保护他们呀？邱阿贵本来就可以活着，但我们连一个死缓都不给他。对，不是我，是他们，是省委会，丁院长。师傅，其实你也没啥用，咱们都没用，咱们都是废物。一姐，你没有权利这么说师傅。师傅，我说错了吗？你说的特别好。那我做错了。做的特别好。特别棒。师傅，你回去这么晚，那男的不会把你怎么样吧？您就没想过要离开吗？从我回来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离开。好了，那我今天就送到这儿了，啊。好。小夏，你今天喝的太多了啊，回去好好休息啊。以后少喝点啊。走了。方老师慢走。再见，美姐。师傅，放心吧。好香啊！是谁帮我带的？走吧。走吧，一中。哎，一中，没想到你们城里人还会骑3轮呢，这不好骑啊。我小时候就会骑。我听说你爸爸是审判长。谁说的？我爸是剃头的。啊。
院长，门口让我告诉您，今天旁听的人太多了，怕出事儿。那就别再放人进来了。好，派2个法警，护着点儿那俩律师。好，放话出去。今天谁扰乱法庭秩序，就抓谁。强奸案怎么公开审理了？现在是严打时期，特事特办。是。丁啊，老丁，这个屎盆子还得你接着。干嘛呀？我特意带的，一会儿谁砸李强我就砸谁，来而不往非礼也呢。真的假的？真的呀，我这给我呀！你也砸呀？你使劲点吧。没收了啊？什么没收了？什么就没收？怎么给我带药没收了呢？这法庭上你别惹祸了好不好？干嘛？管我！干嘛去？干什么去？我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哎，别呀！好彩头，一颗红心，两手不管。你看看他们，你要按无罪辩的话，他们饶了我吗？辩无罪啊？啊？太有种了！不是那个同志，你把他带出去，啊，出去，给我带出去。小陆，别让院长修理我知道。我到这儿总可以了吧？小王律师啊，干什么你？你说谁呢你？哎，我说你呢，哎，我说你呢。领下来，来。安静，全体起立。坐下。南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榆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乔治良强奸致人死亡案件，现在开庭。带被告人乔治良。安静！别吵了！注意法庭纪律！怎么还绑着进来了？给他松绑，让他坐下。被告人姓名：乔治良，大点声。年龄41，家庭住址：南峪县一中家属宿舍5排3。臭流氓！一中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畜生！这都是手下！干什么玩意儿？打开方向，稳定一下。我再强调一下啊，这里是法庭，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庭的秩序，不能随便吵闹，不然的话，一定严肃处理。邱阿贵本来就可以活着，但我们连一个死缓都不给他。师傅，其实你也没啥用，咱们都没用，咱们都是废物。证据确凿，后果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安静！被告人，公诉人指控你强奸并致人死亡，对此
你认不认罪呀？我认罪。没胜算了。这可怎么办？下面，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某犯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啊。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是受被告人乔治良委托，并受南榆县法律顾问处指派，作为被告人乔治良的辩护律师。是通奸而不是强奸，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被告人辩护是被告人应有的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承认，并且保护被告人这份权利。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份权利。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李湘太棒了，南岳还有这样的律师。安静！狄院长，我可以继续吗？继续吧。强奸最核心的要件是违背妇女的意志，用暴力或者是其他手段迫使妇女就范，被迫和其发生性关系。公诉人刚才提供的证据材料就能证明，乔治良和魏三妹之间保持着稳定而经常的性关系，长达3年多，近4年之久。他们2个人最短1到2天，最长1周必然约会，有时还在一起过夜。以及我这里有几封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又及2人关系被撞破之后，魏三妹给其亲姑姑，也就是乔治良之妻魏爱萍写了一封信，表示忏悔。她并在信中承认了她是真心爱着乔治良。请问，如果是强奸，那这几封信又该怎么解释呢？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和被害人魏三妹之间有不道德的性关系为真，但是他们2个人之间是通奸，而不是强奸。造谣，不是造谣，不是造谣！他自己都认罪了。我说，安静一下，肃静。导致魏三妹自杀，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他们2个发生最后一次性关系之后，被撞破了。乔治良被扭送到了公安机关，魏三妹也被自己的父母关在了家里。虽然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魏三妹在当时并没有想要寻死，她而是写信请求乔治良的妻子原谅。
而魏爱萍收信未回，当天晚上魏三妹就自杀身亡，而且乔治良当时正在被拘留。乔治良对魏三妹的死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他并不是杀害魏三妹的真正的凶手。所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无罪。火了！休庭！我宣布，现在休庭。往外走一点，别挤。走，你说，休庭了，休庭！还一颗红心呢，就是个炸弹，你掉了石头来崩我一身屎，什么玩意儿这是？别动！你们这犯法啊！干什么？别动！你别动！院长，本来我们还觉得乔治良的认罪态度比较好，你们给个死缓也能接受。可今天这样，只能死刑了，不然我们肯定抗诉。院长，哎，李律师坐。李律师，你是党员吗？啊，我当兵的时候就入党了。这不老党员了吗？啊，那怎么还不懂政治呢？今天这个群众的反应，看到了吗？院长，我们律师的职责，律师的职责就是不要火上浇油。何止火上浇油，简直是恶意煽动啊！你别乱扣帽子啊，说话要负责任。我说的是事实。哎呀，行了。丁院长，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辩方哗众取宠，有意挑战法律的尊严和社会道德底线。如果法院姑息、从轻判决，会极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我方建议从重从快判处死刑。是。您刚刚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你们为什么不提取？还有那封忏悔信，为什么不提取啊？院长，您就真的不在乎自己手上判出一个冤案来吗？丁远，还开庭吗？不开我们走了啊。你这什么态度嘛？怎么不开呢？李律师，一会儿啊，我只是要求你，先不要说话，好不好？那我干脆退出算了，反正王本善早就走了，就让辩护席空着，你们随便怎么判。怎么的？跟我耍混吗？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要意气用事，你是真的会把你的当事人害死的。院长，你要是能判他死缓或者有期，我保证配合。哎，怎么讲条件讲到这儿来了呀？你真当大家求着你呢？院长，我说了不算，这个案子得上审委会。别停了！这么快？李湘没跟你一起回来？王老师，我知道你对李湘不满意，您看以后咱俩一起搭伙，辩护词什么的我来帮你写。是我不会写，还没文化，还不懂法呀！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给你打个下手。少说话，少办事，工资不少拿，多好！人啊，要有点自知之明。倒是好啊，倒是好啊。老王，你没事吧？能没事吗？哎呦，出什么事了？你说，上一次被西红柿砸，这一次又被鸡蛋砸，按理说应该被砸的人是我呀。行，
消去。不是李强，你是不是自己去取证啊？算不上。这个魏三妹的道歉信，是魏爱萍主动交给我的。人家毕竟是两口子，家庭矛盾归家庭矛盾，但是也不能盼着自己丈夫去死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本事啊？那封信他不给检察院，单单给你。说实话，他信任我呀，我特高兴。你就不该收，人主动给了我还不收，让他给检察院去啊！老王，那咱是不是太贱了点啊？人家诉死刑，你非说无罪，人家拿不到的证据你能拿到，你这不是公开朝检察院的脸上抽他嘴了吗？回头把我也捎上。小李，你小老王这脾气也是，要是他不愿意干这个案子，我跟你搭伙。是啊，洪主任。老王，洪主任，来，不，太干怕噎着。这个水呀，我战友从新疆带来的，舀一碗水，你就吃吧。行。这个洪主任，就是乔治良这个案子呀，老王，我还是那个态度。如果检察院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算干什么吃的？不是啊，主任，您看啊，您不是搞专业的，就是很多事情呢可能不太明白。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不是搞专业的？我不会学吗？啊？哎，法律顾问处你好。哎呦，梁局长，我是战胜啊。你说，请指示。我指示个屁！你们法律顾问处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专门和上级唱反调？你那俩律师，给那个强奸致死案做了无罪辩护，你知道吗？啊，知道啊。你还挺理直气壮啊！这都是你授意指使的吗？这种重大的刑事案件应该站什么样的立场？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啊！梁爱民啊，你坐下。我坐下。我没让你坐下，你少跟我来这套，梁爱民。怎么着，欺负我不懂法是吗？啊？欺负我不专业是吗？我不会学吗？我天天都在学习。我们法律顾问处不是摆设，更不是检察院跟班的。我告诉你，你不要没事胳膊肘往外拐。那个案子，只要我们的律师认为他是无罪的，他就可以按无罪辩。怎么了？洪占上，你要造反呢？我撤了你！你赶紧，你过来！你吓死我了你！行。什么东西呀？我62年的兵，他64年的，我叫他一声局长是给他面子，他还。老王啊，怎么了？不舒服了？我最近有点窜稀。哦，那个案子我就不想变了，怕身体受不了。不是，川西就不要吃刑事了，你放过来吧。我给您放上。那行了，主任，你先忙着吧。我先走了。啊。哎，老王，李强，哎，你怎么来了？请容我向李大律师致以最高敬意。你就是南隅的骄傲啊！我怎么敢当？我说实话，这一次啊，我能有这勇气啊，我得感谢你们。感谢我们啥呀？在邱阿贵的案子上，是你们鼓励了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现在浑身都是使命感。走，喝酒去，走，喝酒。看这个，后边这个小个子的，像吧？这回踏实了。那至少咱可以理直气壮的退卷了。
那谁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已经退卷了，检察院也承认证据不足，咱们的理由成立，刘二林这2天就能放出来。师傅，您退卷了，您跟我说一声啊！我这2天每天跑来跑去的，咋了？觉得自己亏了啊？这几天白忙活了？不是亏不亏的事，我就是说，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啊，你以后啊会遇到好多忙活了半天，最后都无能为力的案子，留着做个纪念吧。刘二林算是幸运的，极其幸运。那要是不幸运的呢？比如说邱阿贵和乔志良的案子，怎么办？走的时候记着把门关上啊。再道别，时光也不回首，再沉重，青春也如海流。就约定，奔赴各自的路口，也要将同样的梦守候。有的花等了等又流走，有的路崎岖多风雨骤。别担心，疲惫了就无从解忧。我微笑代表懂你感受，那些委屈苦痛蔓延在夜的尽头，也曾追问自己勇气还够不够。有一颗星闪烁，仿佛在问候，那是你来时许下的梦。生活的渴依旧，不再脆弱的双眸，花开无声，就在不经意的时候。平凡的路，写就不平凡的梦。我会一直伴你左